你有信心没？没有啊，没关系的，肯定可以。可以。哎，你先别管他，你听报告。我怎么一直听说他一点都不紧张？你应该挺紧张的。大家安静一下，来这边集合，快点快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面试官，我叫叶大新。各位的简历我都已经看过了，但是造机车并不是在学校读书，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各位在简历上没有反映出来的能力。你别听歌了，一会儿还要再加试一遍。在这些螺丝里边有3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也只招3个人，所以从现在开始，率先找到不一样螺丝的3个人就会被我们录取。没这么简单。哎呀，就这么一堆螺丝就能选到咱们的，你等着看吧。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是被录取了吗？恭喜你。行啊，年轻人。来，刚才这个螺丝能让我看一眼吗？
向上延伸，去保持呼吸的平稳均匀。去感受整个身体的稳定，双腿的力度。将我们的意识来到。别练了！你是印度来的老师吗？这分明就是骗人的！你看你们在干什么？没想到，一直说要节约一切时间来做有用事情的糖果博士，竟然还会去学瑜伽。没想到看起来像个老古董的人也会扶持人。我去学静态瑜伽，是想通过静态瑜伽让自己的神志集中，找到思维更加清晰的方式。这样我在研究复杂课题的时候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还能工作后让大脑休息。可是你去的那个瑜伽工作室，只会教你形体上的动作。他们是奸商，骗我说是印度归来的瑜伽大师，专修静态瑜伽，结果就是拿催眠曲糊弄我。我有一点想得不太明白。你说你年纪轻轻就这么拼，是为了什么呢？大半年买哪个包子？好啊。哎，对了，那个卖包子的大妈，你猜在我们聊天这段时间里，她卖了多少个包子8个。大半年我拿回去啊。你神了！你真的是天才。来，各位停一下手头上的工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糖果，新来的。是，新来的。那糖果，要不你就坐这儿吧。我要坐那。行。那大家继续工作吧。叶工。
云雷的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年轻人敢拼敢打那个劲头，你就没点感触？感触，当然有感触了。我不是否认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是必由之路。但是，在这个时间点，自主研发好像对云来项目的推进速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谁也没办法确定时间，在哪个时间是最合适。允许有试错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兴许就过去了。那万一要过不去怎么办？喂，我是李建业。兰溪城铁脱轨，脱轨？目前情况怎么样？情况比较紧急，请放心，我们江浙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是不是最早的那批莱恩锡的事？那个夏秘书，你马上通知王总工、林真一到会议室开会，我马上就过去。年姐，出事了，城铁脱轨，什么时候？在哪儿？莱恩锡。国外啊？对，莱恩锡的富士集团。富士集团，就是进口江车集团机车的那个。对。年姐，你看，网上的报道都已经出来了，富士集团就是从江车集团进口的机车。准备一下，马上跟进报道。好。凤，出事了！莱恩锡的城轨出事了！哎呀，莱恩锡的城铁机车脱轨了，这网上都爆炸了。The Fuji Group's coastal line accident has been out of service. The rescue has arrived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你是不是得回家看看他我觉得让李岩峰同时跟2个组太累了，不现实。能不能让叶公放人啊？这是他的意思？不是，我怕他吃不消。这不是劝不劝叶公的问题。李岩峰本来就设计云来转向架，这没有他肯定不行。那要不我放人，让他专心研究转向架。李岩峰肯定也不可能。你是不是改了我的变流器模型？你还做了我的实验，你还把我的报告我都给写了。是啊，那又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他们给你安排的工作呀。他们的工作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你也不能把我们的工作都给抢着做了吧？就是，我们知道你聪明，但是你也没必要甩人家脸上呀。哎，这简直就不像话呀！就你厉害。我倒有个想法。你说。那个新来的助理工程师唐果，他的技术挺不错的，我想让他跟李岩峰搭档，这样也可以帮到他。这小女孩一进到公司，就要求去难度最大的组。现在李岩峰那边可不就难度最大吗？你觉得可以？你安排吧。好。
哥，你别一天10几个电话催我了，行不行？现在叫什么情况？电机坏了，修不了，只能靠着我们研发的电机救命呢。你不是说过你们用过一次中国的电机吗？那你直接换一个不就完了吗？那也得你们富士集团同意了才行啊。我同意了呀，我相信你们啊。行，你呀也代表不了富士集团，我呢还代表不了江车，咱俩商量了得了啊。不是，这怎么能算了呢？哎，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们的电机不行，你不敢换？我们家质量杠杠的呀。哎，我们家电机现在还更新换代了呢，只要实验成功，马上给富士集团出具数据支持。只要富士集团同意，说换立马就换。哎，对了，那个富士集团的特派代表来跟你们谈了什么赔偿条件啊？我哪知道啊，这人还没来呢。那弹簧的位置一定不能超过这个核定范围，如果超过这个，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060057这个编号的位置，这个弹簧一定是最关键的。林工，这自从糖果加入咱们之后，咱们进度真的快了好多。那必须的，你也不看看他是谁挑的人。哎，要我说啊，这糖果就是女版的李岩峰啊。你说的对，我每次看见糖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照镜子。你这是在夸我吗？就算是吧。加快速度，时间就是生命。啊，对了，兰溪那个事故原因找到了吗？找到了。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门泽尔电机的耗损。你还有事吗？对于这次兰溪机车的事情，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幸好当初没答应跟着叶公，他的能力啊根本就不如你。我以前啊也不是很喜欢叶公，但是后来我对他改观很多。改观？改观什么呀？你反的要命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愿不愿意听？什么故事啊？走。以前啊，有一个人，他呢，小时候很穷，父母呢体弱多病，弟弟妹妹有一大堆，所以他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了，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啊，很多企业呢就不愿意收留他，他就只能做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收废品、摆地摊儿，养家糊口。他不仅要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还要供弟弟妹妹上学。那就这样，瞎混了几年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好机会，一家大型的国企招工，他兴致勃勃就去考试了。监考的人说：“我们要招的是高中毕业生，你一个初中生来瞎混什么呀？”他说：“我是初中生不假，但是我要是考不过高中生，那我就死心了。”那后来呢？他去参加考试了没有？去。他在考试的前一天还在工地中搬砖干活，第二天臭烘烘的去了，所有考生都笑话。但是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大家都笑不出来。他的考试成绩，在当时近1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我知道他是谁了。对，他就是叶公。后来他进了厂，被分配到车间当学徒工，用工资养家，所以呢，他就报考了叶大。当时为了练习英语纯正的口语发音，他当时在嘴里含了一个小石子，含了整整1年多。另外在那几年，他还搞了100多项小发明、小创新。你呢？要想批评我就批评我，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批评你干嘛呀？我当时也不是很喜欢他，还差点跟他打起来了。但是我越了解他，对他剩下的就只有敬重。你想想，一个初中的毕业工人，仅凭着对机车的热爱，一步一步的成为了江车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难道这样的人还不值得敬重吗？值不值得敬重呢？只有我看到才算。汤已经包上了，一会儿就能吃饭。嗯。扬伊万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米哈伊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截了一大段给孤儿披上，还画了2道横杠，多暖的画面。伊凡诺维奇所作的圆舞曲，旋律以小调色彩为主，优美舒展，却带有淡淡的忧伤。没想到你也喜欢这些。那天听心怡又提起你父母的事儿，真的很难以想象，你从那么小开始，就要承受那么大的苦楚。都过去了。但是那种伤害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甚至带走了你眼里的光芒，嘴边的微笑，甚至是你的七情六欲，最后把你变成一个木头人。原来你是这么看我。我逗你呢。人是情感动物，其实越是看起来无欲无求的人，越是深深把情感埋在心里。
我倒是听出了你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啊。你是想说真一吧？李岩峰想跟林真一在一起，你就认林真一当妹妹。心怡和林爷爷想让你跟我在一起，所以你就留下来给我做晚饭。你不想让哥们儿伤心，不想让长辈失望，但是这些都是他们的感受。你的感受呢？所以我想好了，我不再给你任何压力了，直到你理清自己的情感思绪。如果你真的爱林真一，你就要为自己活一次。其实真一都已经跟我说明白了，他只是把我当哥哥，之前那些都只是误会。那你的感受呢？你怎么一副采访的架势？你别岔开话题，你还没回答我呢。真一跟我主动挑明，说我们之间只会是兄妹，不会再有更多。但是我心里吧，还是会觉得有点失落。所以我真的不太弄得懂自己。我一方面特别希望严峰和真一在一起能够幸福，但其实我内心的确有点难过。那我就放心了。什么？至少说明你还是有人类正常情感的。之前有人跟我说他是个不婚主义，我才不信。这一点我不能认同啊！不能认同你有正常人类情感啊？你真的是骂人不带脏字的呀！不愧是出镜记者。哼，多谢夸奖。不过说出来，的确舒服多了。谢谢你让我当你的听众。我不行了，我太饱了。爸，你以后别做那么多好吃的了。哎呀，你离开家那么长时间，我不得做几个好菜犒劳犒劳你啊？哎，莱恩锡城铁脱轨，这问题呢，又出在电机上。江车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呢？又帮不上什么。
有想法了。谭靖州，不对，从莱恩西回来就不太对劲了。我看呐，就是李岩峰那小子。哎呀，没有的事儿，我只是觉得他没以前那么讨厌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总欺负我，所以。哦，是吗？但是那个小胖子可不是这么想的吧？要不然他干嘛老早搬到你隔壁去了？我决定了。决定什么？我要搬回来住。啊？女儿，爸爸就是逗逗你，你别那么冲动啊！你搬回来住，那上班多远呢？再说那个小胖子住你隔壁，爸爸放心啊。我搬回来又不是因为别的，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回来陪陪你了。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去洗碗。我一会儿给你泡杯茶。我那是为了清空内存，给我真正的使命留出空间。哎，行，随便你怎么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们集团代表杜婉仪明天来江车协助调查，你要是没事儿就过来看看。说了不去肯定。不是你等会儿，你刚说明天来的我们公司代表叫什么名字？杜婉仪啊，说是你们公司的高层。这杜婉仪，就是4月天。啊？不会吧？说的嘛，闹半天在这儿等着我，知道不能跟我结婚，就趁我们家出危机的时候，想从内部瓦解我们。杜婉仪啊，杜婉仪，你这哪是4月天呀？那分明是3伏天的毒态呀！不行，我明天得去。我觉得不至于吧。再说了，你不是不那么在乎你们公司的事吗？我说你缺心眼儿啊！我跟我爸过不去，那我也不至于跟我家底儿过不去啊！不行，不能让他得逞。
梁总您好。你好。你也已经了解，故障的电机是门泽尔所生产。当然，我们不会逃避责任，一定会尽全力抢修机车，挽回损失。首先，我代表富士集团感谢江车集团的诚意。不过，这次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商讨赔偿事宜的。那么，让我们来先看一下富士集团在这次事件中的实际损失。这是代表集团股票价格的曲线，诸位可见，自从发生了机车脱轨事件后，股票的价格就一路下行。第二个下行拐点就是老傅遭到董事会排挤的消息被放出。第三个是去年江车集团在兰溪试车失败的情况被媒体再次翻出。我相信，等到江车集团完成机车检修的工作，并出具安全证明之后，富士集团的股价会立即上扬，这是可以挽回的。但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自从出事以后，富士集团已经失去了2个大项目，不算未来收益，光是集团为了这2个项目长达半年的筹备，我们就已经损失了4000万不止。当然，我不是来和江车集团讨要这些损失的，不过作为赔偿，我方希望江车集团能够拿出此次脱轨事件造成的城铁停运损失费，并且保证在未来的20年内，如果江车机车再次出现此类故障，四月天，你闹够了没有啊？傅，对不起，谭总监，这位先生说他是富士集团的继承人，非要进会议室，我们没拦住。他确实是富士。闹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你不就想趁我们家困难的时候逼我娶你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拿这么严肃的谈判来成全你的感情，做梦！凤，你干什么呀？什么我干什么？我在讨回公道，我干什么？赶紧跟我走，别影响双方谈判！别拉我！松开！杨总，特别抱歉，如您所见，我们在内部分工上发生了一些分歧，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待我们处理完内部问题，再继续开会。好，可以。
快点，放开我！走。你刚刚干嘛拦着我？你知不知道4月天就是狮子大开口，摆出那么苛刻的赔偿条件，这分明就是想破坏两家企业未来。年姐来了。你好，杜女士，我是江州电视台记者，我叫年年，我想就这次莱恩西机车事故给您做个采访，可以吗？不好意思啊，年记者，我想就这个事件，我们已经表过态了，江车集团需要承担，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机车质量问题造成了我们严重的损失。根据我的了解，这次出事的富士集团事故原因是因为门泽尔的电机有问题，是吗？没错，是门泽尔电机，但是我们是跟江车集团购买的整车，所以我们只针对江车集团追责。虽然我们也不否认江车集团在这次事故中应急处理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毕竟坏的机车就在那儿，我们嘿，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王叔，您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啊？这车是我设计的，现在在这儿躺着，你让我怎么睡得着啊？你这儿有什么进展没有啊？其实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但是，我总觉得……你觉得什么呀？你说。也不好说，我总是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你哪儿最想不明白？王叔，我觉得除了电机，这两处似乎也有问题，需要明天再检查一下。对对对。如果在……没事，你说。哪儿啊？王叔，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这么晚了？是吧？这么晚了，您赶紧回去休息。我呢，刚才已经理解了您刚才的思路，我自己改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也休息吧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收工收工。不是。快！行，那我也回去睡觉。来。
appeals is filed from Force Company. 总部已经确定了，我们集团没有问题，这就是江车的机车问题。准备一下，开新闻发布会。OK。不，手机。我们已经排除了铁轨、障碍物，包括司机操作失误等方面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此次莱恩西事故完全是江车集团的责任。综上所述，我们会尽快地向江车集团进行严格的追责，要求江车集团为他们的过失承担全部责任。也希望江车集团就本次事件给富士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作出赔偿。同时，我代表富士董事长正式宣布，基于本国交通部协商，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停运全部从江车引进的25辆城铁机车。真一，怎么了？余光，出事了！对，小谭来了。董事长，现在情况是这样：莱恩西第一个发出停运令后，引发了连锁反应，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很多购买过我们机车的城铁公司都纷纷跟进。100减1。
也要让他自己把报告做出来再说。你不是负责人，如果你去上报，他会很被动的。我当然知道了。自从我进入江车以来，一直都是他在照顾我。他负责的。兄啊，还能有谁啊？当然是王总工啊！他用的是 QZ0811号设计方案，在转向架中是非常超前的，但是实际运营上会有问题。原来是这样。师傅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的。我觉得也不是失误，因为哎，你看林真一了没有？没有哎。和国际上的标准。小华，哎，师傅，看见林真一了吗？没有啊。哎，你跟李岩峰说一声，这我拿走了。哎，行，没问题。建业，江车的这次事件的影响非常大呀。你作为江车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你心里有数吧？哎，严组长，我承担全部责任，责无旁贷。你应该知道，承担责任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在经营投资中，国有资产损失和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哎，你们家孙艳田到底要干嘛呀？他可不是我们家的，甭管谁家的，他对江车下死手。那莱恩锡新闻一发，江车全球城铁停运，一大笔订单全没了。我就不明白了，他这么做到底对富士集团有什么好处？就是下手也太狠了，气死我了！他这叫什么？他这叫损人不利己，你知道吗？上次他来找你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一个女人，这次怎么这样？那上次我去收拾他的时候，你不还替人家说话来着吗？啊，现在出事了，知道自己吃亏了。是，
我这不也后悔了吗？你说我们江车又没有推卸责任，怎么就不能同舟共？从严追责的精神。另一方面呢，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一把指之梁到底的工作思路，来明确企业资产损失程度，按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并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等。请转告领导，我们江车党委班子一定尽尽全力解决眼前的危局，最大程度地挽回损失和不良影响。
我回来了。吃吧。不提了，不提了。我是当时项目的负责人，我是要承担责任的。老王那个时候把辞职信写好了，被我发现了，我就把他辞职信给撕了。我按住他，不让他走，因为不管有多少个部门需要负责，而我作为动力系统的研发负责人，在车头制动失败这样的事故里，我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说，这件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也不是谁的错的问题。我没有拦住靖州的父母他们2口子冒进，我自然有错。那个时候，中国的轨道交通技术才到哪里呀？如果因为一次事故就走一大片人，对于整个企业甚至整个产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现在的江车集团也不能失去王总工跟荆州哥。以老李的格局，已经发生的事故，他不会揪着不放。如果他大张旗鼓的问责，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您的意思是说，江车现在势头已经起来了，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而人才有的时候也需要用困难来磨练。
真一，你不是在检查故障车吗？怎么这么着急约我过来？荆州哥，对不起。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从小到大，你一直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直到现在，你还是我最敬重的亲人。如果你成功了，我会很开心。如果说你不开心了，我可能会比你更难过。但是现在，对不起。啊，所以你是在故障车上找出了什么问题吗？我想想看啊，当初我主管的是生产，所以你们是在生产流程上查出了问题，是吗？当时王总工是建议采用进口的弹簧元件，可是你却采用了成本较低的元件。我查过相关记录，上面有你的签字。你继续说。这次莱恩锡的事故，很可能跟你所用的元件有关。所以你是已经找出了问题，只是你事先来跟我说一声。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跟李岩峰知道，是李岩峰看出了师傅采用了最先进的方案，推测出可能是零件跟不上。青州哥，如果这件事情被董事长知道的话，你跟师傅都会受到处分的。我不想要这样，可是如果我不说的话，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真一，你长大了。当一个人要在责任和情感之间做出两难选择时，最终能以大局为重，那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表现。莱恩锡事故自查，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事故，我们更是为了江车的未来。所以，这次事故调查结果，你一定要如实的上报。那如果我这样报上去的话，会影响你在江车的前程吗？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永远不犯错误的。如果说我连这点错误都不能正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留在江车呢？让金州夭折了。行了，一个零件儿，差点把江车几代人的努力给毁了。该谁背负的责任，
谁就得承担。陈爷，陈爷，怎么了？啊，我这两天发现你们家灯是黑着的，你去哪儿了？我搬回家住了，这几天太忙就没跟你说。那你搬走了都不跟我说一声？是我爸，你说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先是修车铺没了，他跟凤那个工作室又那样，我就是想着回去多陪陪他，让他别多想。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做错什么让你不高兴了。哎，你要不也搬回家住吧？心怡肯定也特别想你。到时候再说吧，这几天这么忙，我哪有心思啊？也不知道死木头怎么样了，听说他被董事长叫去顿痛批。哎，陈爷，你没把咱俩知道的事儿告诉王叔吧？没有，我刚跟靖州哥聊完，就听说师傅他自己发现了问题，已经上报给董事长了。我真的挺担心他的。干嘛这么小声？真把自己当江浙公敌了？你们都知道了？厨房不是都知道了吗？谭总监，不用跟那些人计较，那些人势利眼。江车这段时间这么被动，每个人都被我弄得提心吊胆的，每天加班加点受罪，对我有怨言也很应该。别太自责了，只是个巧合的事故而已。再说了，当初你的选择又没错。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处分谭总监吧？那犯了错就该承担责任。放心吧，你们真不用担心我。要你这么说，这段时间问题都出在我们电机上，是不是我更应该说出来？这是两件事。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你们研发速度已经很快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拉近我们跟国际电机标准之间的距离，已经很厉害了。不得约了。啊，对了，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看看东西。